听说了吗？最近史无前例的奇葩的相亲局在杭州举办了一个1000人相亲大会，居然没有一个男的来参加。这是男人们集体的觉醒呢，还是他们无声的抵抗呢？目前不管是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还是杭州、成都这些新一线城市，包括很多的省会城市适婚男女的比例已经完全失调了。不是女生们认为的男多3000万，而是女多好几倍。那3000多万呢，大部分都分布在村镇上，所以城市的单身女人数量惊人的多，这应该只是原因之一。那造成这种没有男人来参加的相亲局，主要还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男人们会普遍认为去相亲的女人都是开价比较高的，要求比较多的，一个正常3观的女人基本上不会沦落到去相亲的，所以他们会对去参加相亲的女生兴趣不大。其二呢，很多的男生都跟自己的同龄人谈过恋爱，那些女生到了30多岁，可能同龄的男生也就不太感兴趣了。如果这个局它不分年龄大小的话，聪明人都能判断出来大龄女生一定占了一大半，所以这样的局就很难吸引那些30多岁的比较优质的男生来。而年龄再大一些的男的呢，单身比例就很少，他们也未必就需要这种形式。第三很多的女生什么都不看重，只看重金钱和利益，而需要相亲的男生呢，往往又都是一些普通人，根本就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去了也是白去，有什么用呢？所以当男人经历多了他们也变聪明了，不想去找一个只想贪图享受的拜金女，弄不好以后的生活还不幸福，还不如随缘呢。假如没有遇到一个相互奔赴、相互付出的人，那一个人生活也很不错呀。为啥要花钱去相亲找罪受呢？而那些有钱的男人都在忙着挣钱呢，人家有钱有能力，也没那么缺对象，对吗？而没有钱的男人呢，他又娶不起这样的女人，他们也相亲过相一个黄一个，没啥意思，还白耽误功夫嘛，不是？这个就是这场相亲局居然无男人问津的原因了。就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饭桌上的菜只有不好吃的才会剩下嘛，他要么就是品相不好他要么就是难以下咽呢。关键的是这菜还不怎么样，还卖得死贵死贵的，甚至你看这个菜已经被好几个人吃过了，那还有人愿意继续吃吗？没有人当这个结伴侠了，对吧？为什么优质的男人他根本就不追你呢？最近呢，我们在北京、上海办了多场高端相亲局，就有些女生就来反馈了说这些男生是不是因为很有钱，所以他根本就不想结婚呢？只不过过来看看而已加了微信也不聊天，也不主动，好像呢等着女生主动找他似的。每次都加了好多人，真正聊得下去的，能再见面的，真的少之又少。有的女生加了好多微信一个跟他聊天的都没有。他还很纳闷既然不聊天，那加微信干什么呢？那这些男人他们到底怎么想的呢？我干这行10几年了接触过很多高端人士，特别是男性，就是这些优质的男人他们身边其实根本就不缺乏美女的，只不过他们在结婚这件事情上选人是非常挑剔的，他们这些人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了你，那基本上他是不太可能去舔你的。本来相亲这种形式嘛，什么要求和条件都摆在了明面上，他都知道你是冲他什么来的，那所以谁对谁也不可能有感觉。如果你还拿着那些平时普通的那些追你的男生那种甜口式的那种追求就那样的标准，你去衡量这些男人，那你就是在做梦。各方面条件都优秀的男生不会像你期待的那样既主动舔狗似的去追你人家能是缺心眼的吗？他们身边根本就不缺乏像你一样的美女。你要动动脑子想一想是不是那些特别主动追你的舔你的，全部都是那些你根本看不起的，条件也不太行的。所以你要记住了别以为所有的男人他都需要舔你，条件越好他越不可能那么主动的去找你的，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缺。你要是矫情他都懒得伺候。所以不要期待优秀男人既优秀还主动还舔你。再说了，你爱听不听因为你不主动，有的是人主动的，你明白吗？咱们不要再被那3000万男光棍的数据给骗了知不知道现在中国的女光棍数量已经突破了1个亿？好多的女生还在做梦呢，还在挑挑拣拣呢。
居高临下哈，认为相亲就是给男生一个追求自己的机会。找个对象呢，既要男人帅哈，又要男人有钱，既要男人有趣的灵魂呢，还要男人有胸怀哈，给他万般宠爱。谈恋爱呢，天天的就钻研哈，怎么让男人对他挥金如土，怎么才能说3句话就能把男人迷成智障，如何才能让男人把他宠成小公主。40岁的男人呢就叫油腻大叔，可是40岁的女人呢却叫小仙女。小仙女们还天天的哈梦想着白马王子哈，高富帅从天而降啊，我都不想说了哈。过去不管有多少人追过你，不管有多少人跟你谈过恋爱，事实证明啊，你确实失败了啊，败给了时间，败给了现实，这个就是被淘汰的结果。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多优秀啊，有多么骄傲，大龄女生，你的结局啊就是有家无室了，你必须降低标准，你们认可吗？为什么说哈有的女人她的认知太低了呢？我举个例子说，她们就是完全不清楚自己的价值，然后呢对别人的期待和要求啊就非常的高，那她注定啊找不到合适的人的。但是她们会把这件事情啊归罪于是因为男生不够优秀的原因造成的。其实男生找不到对象的原因往往就是因为穷嘛、丑嘛、情商低嘛，基本上啊就是这3点。但是这批女人嫁不出去呢，是因为她们的要求太高了。那娶不到老婆的男的是因为太穷了，所以他们的这2拨人呢是没有办法结婚的。然后女人呢就一定会说哈，为什么要让我们去降低要求，而不是让男人争一口气呢？那这句话听上去哈就特别像那些视频里采访的一些姑娘哈，张口就来了哈，100万、500万、1个亿，好家伙，好像你读清华北大都只需要张口一说就行了，你就可以去读了似的啊，10年寒窗不需要了。哎呀，好像在他们的眼里，这个有钱人也是哈，满大街都是啊，随便抓一个就是100万年薪。可是这个世界上啊，所有的事情它都逃不开28定律的，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能读到北大清华的呀，也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能挣到100万年薪的呀，它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哪有那么简单呀，对吗？而且他们这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要求还会越来越高，他们宁愿打光棍也不可能降低要求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都希望找个优质的男人啊，挣钱多的，条件好的。要记住啊，当你遇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满足你的，那么他100%是不喜欢你的。有的女的哈，哪方面都不如男的，仅仅有个好看的脸蛋儿，就想着怎么拿捏这个优质男人。他们就没有想过哈，优质男人有那么容易被你拿捏吗？一个强者怎么可能被一个弱者摆布呢？只有电视剧里啊才有这样的桥段的。如果你是图他的物质，那你就必须是提供情绪价值的一方，而不是他给你提供，明白吗？这个就是为什么啊，优质男人不可能做舔狗的啊。有的女的还经常说，我看起来特别年轻啊，这句话也是够了哈，自欺欺人好不好啊？我就在这儿问你，20岁的小姑娘漂亮还是40岁的小仙女漂亮呢？同样五官的人，20岁的时候漂亮还是40岁的时候漂亮呢？你都40多岁了啊，各方面的机能都已经在降低了。那为什么你的要求啊比20多岁女生还要高呢？我再问问哈，能满足40岁小仙女要求的这些男的呀，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个20多岁的姑娘呢？你们说能找到吗？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怎么样？大龄剩男凭什么啊就能娶到年轻漂亮的女孩呢？人家年轻漂亮女孩又凭什么要嫁给一个老男人呢？这个就是最近一个88年的女粉丝她私信我问的问题。我觉得她问错了人啊。你应该去问那些年轻漂亮女孩啊，她会得到一个令她惊掉下巴的答案，那就是她的要求跟这些年轻漂亮女生是一样的，所以她是竞争不过人家的啊。她跟我说最近跟一个85年的男生相亲嘛，对方呢说他要求太高了，按照他提的这个要求如果男的能达到的话，现在跟他相亲的就不是他了。事实上有很多事业有成的大龄剩男人家已经娶了20多岁的年轻姑娘了。我真的非常建议他去问问那些年轻的姑娘们，她们为什么愿意嫁给那些大龄剩男。所以呢，符合你的择偶标准的那些大龄剩男他们也符合20多岁的年轻姑娘，所以他们还真的是没有你想的那么难你现在说的这位相亲男呢，他还没有娶到年轻的姑娘，说明他的自身条件应该是没有达到的。但是他为什么能这么自信呢？因为他知道只要他的事业小有成绩又愿意降低对年轻姑娘的其他标准，比如说姑娘没有那么高的颜值但是没关系她年轻比如说姑娘家境很一般也没有关系因为她年轻又比如说姑娘的工作很一般，收入也没有那么高，没关系她年轻那所以说她要娶一个年轻姑娘她就不是很难的事儿。
只要他有赚钱的能力啊，够大，那么他说的就能够实现。你还别不信哈，做事业永远都有翻身的可能，但是呢，花有从日开，人不可能再少年，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回到年轻的时候，大家说对吗？中国竟然现在已经有超过1亿的女光棍了哈，不是说男性比女性多了3000多万吗？那这么多的女光棍都是哪来的呢？我告诉你哈，毒鸡汤啊喝出来的。第一碗鸡汤就是男人负责赚钱养家，女人负责貌美如花。第二碗鸡汤啊，不肯为你花钱的男人一定不爱你。第三碗，不爱你的人才会让你懂事儿，爱你的人是会任你做任你闹，只要你开心就好了。第四碗哈，男人的钱花在哪里，他的心就在哪里哈。第5碗，不懂得哄女人的男人就是直男癌啊。第6碗呢，没有丑女人，只有男女人。第7碗，包包是女人的第2张脸。第8碗，只有娶不到老婆的男人，没有嫁不出去的女人。第9碗，女人你值得拥有更好的另一半。这些毒鸡汤啊，女人们喝了以后啊，真的是就飘飘欲仙了，都产生了幻觉，个个都觉得自己是仙女，是女神，是灰姑娘，都在等着自己的白马王子来给自己穿水晶鞋。其实这些毒鸡汤呢，都是商家们给他们做的啊，用这种手段去捧女人。结果呢，现在的女人呢，都给捧成这样了哈，一个月薪3000的，看不上月薪过万的男人，自己身高1.5米，要求对方1.8米。资本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敢花钱呀，自己的钱不够花了就花男人的钱呗，让女人堕入消费主义的陷阱啊，买衣服了，买包包了，买化妆品了，还有吃饭、旅游、看电影。你看哈，网购的90%啊都是女人。为了找个女朋友呢，有很多男人已经工资根本不够花啊，各种刷信用卡，甚至是网贷啊，被榨干了以后呢，结局只有一个分手。为了达到目的啊，资本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哈。除了清明节、父亲节，其他所有的节日都能找到花钱的噱头哈，让男人给女人花钱。没有节日他们就制造节日啊，什么520啊，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现在就连3·8妇女节都成了哈女神节了。这一改还得了啊！既然是女神嘛，那总得拿出诚意表示一下，对不对？转账都不能少于520哈，太寒酸了啊！你少打了一个0好不好啊？很多男生真的是不负重负的，力不从心啊，要么就分手，要么就被迫放弃嘛。而女生呢，还继续沉浸在梦幻的世界里面，等待他们的霸道总裁高富帅出现哈。现在到底谁能解救他们呢？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为什么和你相亲的女孩很难跟你谈恋爱呢？男生你节奏太快了的话，女生她是不敢跟你谈恋爱的。88年的男生在我这相亲，相了1年多了啊，见了不下几十个女生，要么就是别人看不上他，要么呢就是谈一个黄一个。他甚至上午告诉我他脱单了，晚上就能告诉我他又分手了，我真的是服了啊！听说过闪婚闪离的，我就没有听说过闪得这么快的。后来我就问了几个女孩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呢才知道哈，他总是把相亲对象当女朋友来处，那不处问题来才怪呢。他觉得呀，相亲的女孩只要是同意跟他约会了，就算是女朋友了会对对方就有所要求比如说要秒回他的信息否则他就断定这个女孩一定是在跟别人聊天，动不动就拉黑人家、删除人家，搞得对方莫名其妙的。只要是跟他约会的女孩都说他第一次约会就会动手动脚的。比如呢，请对方吃个饭、看个电影，他就想去拉对方的手；送人家女孩回个家就想亲一口。他被拒绝之后呢，基本上回去立马就把姑娘给删了。还有一次有一个女孩真的还算是对他比较主动的，经常会找他聊聊天，也会主动约他出来，他也很乐意有了之前的一些经验嘛，这一次呢他还是有所收敛的，以为呢是遇到真爱了。于是呢他还是在第3次约会的时候跟姑娘说要做男女朋友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呢？结果又把这个姑娘给吓跑了。他的奇葩事儿我都讲不完。还有第2次见面就跟人家说可不可以去见家长的。他有一回还问一个女孩说想1个月内就结婚，问人家愿不愿意闪婚。总之吧，他就是把大直男的恋爱动态表演的简直集中的最集中的一位了。所以男生对于相亲对象，你不能把他当女朋友一样对待，你们还是陌生人好不好还是普通朋友。你的节奏太快了，没有女生会跟你谈的，所以你就老成不了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呢？来个点评吧。在北京30多岁的那种高资产的创一代，像这样的男人，他的择偶要求到底有多高呢？你们这些女孩根本就不知道。
最近有个93年的女孩参加了我们的一个单身聚会哈，认识了一位86年事业有成、资产很高的男士。两个人在后来的一次见面中聊到了一些需求的问题。这个女生呢，觉得自己学历很高啊，有聪明的头脑，配得上这位男士。可是经过这一番见面谈话之后呢，这个男士啊再也没有联系过她。后来呢，这位男士就跟我谈起了这件事情。他说现在有很多这类女性哈，向上社交的心态呢，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破圈。说实话啊，我们这个圈子里的男人呢，身边其实也不缺乏年轻漂亮的女人，那为什么我们还会去相亲市场看看呢？那是因为我们希望在颜值的基础之上呢，能遇到一个人品好、有内在修养和一个好的性格，包括教养，双商都在线的。最好呢，家世背景呢也不要太差的姑娘，不想找那种相差太大的。像这位女士这一类的哈，颜值其实很平平，年龄呢也太大了一点。她呢只有唯一的一个长板，就是读书读到了博士，但是呢就这一点还不足以让我动心吧。另外呢，她完全不知道我们这些人要什么。我问她自己有什么优势，她说到一方面呢，自己是学历很好啊，以后可以教育好孩子。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可以帮助我的事业。其实关于教育孩子哈，我还真的不一定需要他来啊。现在的国际学校师资已经很好了。另外就是目前我的事业呢已经成功了，似乎我也不需要他怎么来帮助我吧。最后吧，就是说的难听一点，他还是有那种穷人的思维。他并不了解我和我周围这个圈子里的人，我们天天都在聊什么，都在做什么。其实你作为老婆呢，确实也不需要参与进来。但是呢，差距确实太大了。首先他这个年纪啊，我就根本不想考虑的。我至少要3个孩子的，他的年纪根本不行，有碍于优生优育。最关键的点还是我们那天谈话2个小时的时间非常的浪费，我没有听到一句关于对于未来婚姻如何经营的，只听到了他要如何经营他自己，怎么挣钱哈，怎么变得优秀。那这些呢，真的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只能对他说很抱歉了。你们看看哈，创一代的要求啊，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简单。北京的相亲市场真的是太卷了，一点都不夸张的讲哈，这儿满大街都是人，随便一堆里边啊，就有好几个是单身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单着哈，又找不到对象呢？他们到底有多卷哈？比如一个有钱的大哥，不管你多么有钱，你要是想找一个小自己10几20岁的年轻漂亮女孩谈谈恋爱，可能有很多人都愿意，可是呢，愿意真的跟你结婚的人啊，就变少了。为什么？因为年轻漂亮的女人呢，她也容易被年轻帅气的富二代看上呀。年轻又多金的男人，那肯定比年龄大的多金的大叔啊要有吸引力一些的。这个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前浪只能死在沙滩上了嘛，这不就是被卷了吗？还有一些女生哈，长得很漂亮，她也很难结婚。特别是那种学历、家境、个人能力都不怎么好的，但是呢，这个飞上枝头做凤凰的想法却挥之不去。他们往往就是很不甘心，长期被有钱男人短择，自己还弄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现在北京这个环境啊，有的是长得漂亮的女人，人家家境还好，学历也很好，工作能力还很强，精神还很独立，这样的女生分分钟就卷死你了。相亲市场就是个社会的缩影，你有钱有比你更有钱的，你学历好有比你学历更好的，你有颜值有比你颜值更好的，你的家境好也有比你家境更好的，而且永远都是你看上的呢看不上你，看上你的呢你看不上。现在连00后都来卷了，他们一到位，那些大姐姐们基本就要靠边站了。这样的恶性循环也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来，大家到评论区发表一下看法呢。现在的女生们都觉得啊，在北京的优质男生啊真的很难搞，因为现在在北京适婚年龄的男女这个比例啊已经严重失调了。男女的比例啊本来就是男少女多的情况下，女生还很慕强，都想找个优秀的男生。那优质的男生毕竟又是少数的，这个就导致竞争非常激烈啊，可别说我又在制造焦虑了啊，女生们自己都这么说。现在可能都不是想嫁出去这个问题了，甚至是他们想谈个正常点的恋爱都很困难。你几乎谈不到很正常的恋爱，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女孩，如果你刚从大学毕业，刚到北京来的时候，你如果长得漂亮，可能呢
比较容易引起优质男人的注意，但是精英优质男啊是不会给你任何东西的，他们一直以来都不可能当舔狗，而且他们还会浪费你很多时间，基本上也就是带你见见世面啊，然后看看他在大北京出入什么场所呀，啊，吃的玩的用的都是什么档次的东西啊，等等，都是为了让你了解他有多优秀，你还得配合他啊，还得崇拜他，甚至是啊你得随叫随到，剩下的基本没啥了。而且呢，很多男生一到关键的时候啊他就跑，你一提需求啊他就跑，你一推进关系啊他就跑，哎，任何风吹草动啊他都跑，因为这种女孩啊可替代性太强了，你没有那份特别，大多数情况下就会被短择。毕竟在北京啊，要好看的呢，那好看的太多了，那些医美的 sales 个个都是 AI 脸哈，精致无比。要身材好的呢，你去夜店走一圈，全是大长腿。你要找留学生啊，那不遍地都是吗？在北京很多服务员都是留学生啊，英语说的特别溜啊，6级8级的。论赚钱多，那北京啊富婆也非常的多呀，啊，还有很多富二代，对吧？有的呢你都不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啊，怎么就那么有钱，而且还是又美又有钱。就如果你想按照你之前在学校的那个标准来找的话啊，那肯定是找不着的，必须在你原来的这个标准上要打个折扣啊！而且呢，你的选择可能只有他，但是在他的身边，像你这样的，他还有很多选择。那怎样才能找到呢？看你啊有没有绝对的长板，并且呢能够接受男生身上的一些 bug。所以重点在于你接受男生的 bug 啊，否则呢你就退出这个择偶市场。所以呢，在北京啊，漂亮小姐姐们一定要降低这个择偶预期啊，别总是盯着太优秀的，你只当啊跟他们见见世面得了。真的要结婚，还是得找一个实在的人品好的，在北京一起打拼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啊，你们都想捞个现成的，但是现在人家优质的男生不配合你们呀，你们说是不是呢？